为汽车擦亮眼睛。不用激光雷达可还行。我是洪泽新。谢邀，我是洪泽新。往往一项新技术的出现，会推动另一个意想不到的领域的发展。最近，特斯拉的 Autopilot 就推出了一项新功能——灵魂感应。国外的一位网友发现，开着一辆特斯拉路过一片墓地的时候，特斯拉居然凭空的检测出来了很多的行人。其他的网友也纷纷发出了过往类似的这种无中生有的视频，于是，一时间特斯拉传得神乎其神。都说超自然生物会对外去发射这种电磁的能量，特斯拉的传感器就是因为感知到了这种电磁能量，所以感知到了不应该感知到的东西。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特斯拉它用的是以视觉为主的技术路径，并没有用到激光雷达，所以它的感知并不完全准确。今天我会带大家认识一下主流的传感器都有哪些。目前主流的传感器有摄像头、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以及激光雷达。摄像头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其中一种传感器，因为我们的手机里头都有摄像头，它在一些光线明暗变化比较快的一些地方，感知会出现问题。超声波雷达，它能够感知到的一个距离是比较近的，我们一般把它用作这种倒车的一个雷达。毫米波雷达，它能感知的这个范围比较广，但是它形成的这种影像信息并不会非常丰富。而且就特斯拉之前出的车祸可以看到，如果依靠毫米波雷达来感知远方的这种物体的话，对于静态的物体有可能是感知不到的，有可能你直接就撞了上去。接下来我会重点的讲解一下激光雷达。简单粗暴一点的去理解的话，就是激光雷达它的原理非常类似于激光笔，我们对外去发射一个光线，然后我再用另外一个接收组把这个光线给接收回来。目前汽车上用的激光雷达其实主要分为3种，一种是机械式的激光雷达，第2种是固态的激光雷达，还有第3种叫混合固态的激光雷达。机械式的激光雷达，也就我眼前的这2个，是搞一面镜子绕着这个激光源绕啊绕啊绕啊，可以达到更多角度的一个覆盖。固态激光雷达对外发射的一个激光还有一个角度它是固定的，所以它覆盖的范围非常有限，原理也比较简单，那它的器件也比较稳定，所以造价也比较低。我们平常看到一些无人车上面有这种仪器在转啊转啊转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因为对装配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激光雷达在生产的时候很难达到量产，它的这个坏件率也比较高一些。比如说我手头上的这个激光雷达，它是一个40线的激光雷达，我们就需要用40组发射光源对应40组接收的一个光源，一一的调试，还特别容易损坏。混合固态的激光雷达，顾名思义，它是拿一部分的这种动态的这个部件来旋转，从而来完成激光的一个扫描的。它需要运动的这个器件是少于机械式的激光雷达的，所以在保证性能的情况下更稳定，更加能够容易去满足汽车量产的一个要求。像蔚来新宣布的这款车型里头，就号称使用了激光雷达，用的其实就是混合固态的激光雷达。MEMS 激光雷达，它现在目前为止也还不能说完全量产，但它有信心在2022年去达到一个量产。特斯拉之所以不用激光雷达，是因为激光雷达目前的成本很高，并且能够达到车规级的还不多，稳定性也不高。使用激光雷达的企业有哪些呢？主要是以谷歌、Waymo 为代表的这种 L4级别的自动驾驶公司，他们是这种走的路线是多传感器融合的路线，同时用上了摄像头跟激光雷达。目前有很多家车企，比如说小鹏、蔚来都号称会在新车型里头去搭载这种激光雷达。多传感器融合是 Waymo 采用的主要的路径，在自动驾驶应用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自动驾驶因为它遇到的问题复杂度很高，并且要求安全第一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性，所以更加依靠需要多种传感器的这种数据来相互融合，从而去提高感知的一个效果。多传感器融合是 Waymo 采用的主要的路径，在自动驾驶应用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自动驾驶因为它遇到的问题复杂度很高，并且要求安全第一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性，所以更加依靠需要多种传感器的这种数据来相互融合，从而去提高感知的一个效果。不同的传感器，在我刚刚提到，它都有自身的一个特点，有它的优势跟劣势。比如说摄像头，
在弱光跟高对比光线的这种场景下的话，很难捕捉到足够的视觉信息。激光雷达它在雾气、雨滴、雪花或者是一些汽车尾气的情况下的话，很容易形成一些虚假点。毫米波雷达在通过一些隧道或者是大桥下面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它能够探测到的一个可信性是有所降低的。既然传感器都有自己的特点，假如说我们能够结合利用起来，就可以让它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一个长处。我们将多种传感器的信息融合在一起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最主流的就是前融合跟后融合。前融合是将传感器的原始信息直接融合在一起进行处理，这种方式可以让算法，也就是人工智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能拿到最全面的一个数据。所有的数据在最开始汇总在一起也有不好的地方，比方说一个传感器出现了问题，那你的感知模块就会失效。后融合的话是指我把各个传感器的这个信息单独进行处理，比如说摄像头，我把它利用摄像头感知到的一个信息先处理一下，知道说我最终感知到一个结果是什么样之后，我再把它们融合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方法可以让不同的传感器之间彼此更加独立，就算有个别的传感器失效，那其他的传感器它的感知结果也还是存在的，从而对最终的一个结果影响并不会特别大，但是它对于算力的一个消耗却是比较大的。那特斯拉正如刚刚所言，它是以视觉为主的这种传感器方案，主要依靠的就是摄像头这一种传感器。其实谷歌跟特斯拉这两家公司，因为它的技术路径不一样，所以他们的 battle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一直都在互相 diss。主要讨论的焦点就是在于是否要使用激光雷达。马斯克曾经在一次公开分享当中说过，说激光雷达就是蠢人才会做的事情，只要是做激光雷达的，或者是用上激光雷达的，最后都会完蛋。那 Waymo 的 CEO 则是回应说，特斯拉你做了这么久，你做的东西只是一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根本算不上是自动驾驶，也不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竞争对手来看待，并且Waymo 为了抨击特斯拉，故意的去混淆视听，把自己的车叫做 self-driving， 认为特斯拉这样做是在误导消费者。所以 Waymo 一直提出一个主张，就是要用 autonomous driving 这个词来代替 self-driving 这个词。autonomous driving 的意思是自动驾驶，那 self-driving 我们把它理解为可以是自己驾驶。在 Waymo 的理解当中，车辆它并不是自己驾驶，而是通过软件把驾驶的这种工作自动化的去进行执行。其实这两家公司的一个争论，并不仅仅是两家公司之间的一个争论，也是整个行业里头关于怎么样去实现自动驾驶的一个路径的一个争论。马斯克他认为，在自动驾驶当中有两样技术是不该用的，一种是激光雷达，另外一种就是高精度地图。什么是高精度地图呢？上面这张图是我们普通的导航地图，但这类地图在重庆这样的城市里头经常会失效，因为重庆有大量穿行在山间的这种道路。重庆的高架一般都有4层，在跟着导航走的时候，可能导航显示你走的是第3层的路线，但实际上你走的却是第4层的路线。下面这张图是高精度地图，这种图里头只有车道线、路牌还有红绿灯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信息。这种高精度地图很难看懂，因为它是给车看的，不是给人看的。因为车辆要实时要用，不可能做得非常真实也非常漂亮，所以略出了很多细节。如果把车辆比作一个人，那高精度地图就是你脑海当中对于某一个路段的记忆，如果旁边的景色跟你记忆中的景色都匹配上了，那就能够告诉你具体你现在是在什么位置，避免出现像导航地图那样的问题，分不清楚你到底是在主路还是在辅路，或者分不清楚在高架桥上面还是在高架桥下面。一般的这种导航地图的作用就只是导航，但是在自动驾驶领域，导航只是高精度地图最基本的一个作用。除此之外，高精度地图还能发挥很多用处。简单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应对复杂天气还有道路信息的缺失。如果无人驾驶车它开在路上，发现原本路上的一条车道线被磨没了，那车辆会不会就直接压线或直接跑出当前车道了呢？有了高精度地图以后，在车道线残缺或者是没有车道线的场景下，高精度地图也可以去提供道路的一个信息，让车辆保持在某一个车道里头。又或者突然间下起暴雨或者是暴雪的情况下，有一些车道线被路面的雨水反光给影响了，或者是被雪给盖住了，那靠着高精度地图，车辆也能正常的行驶。此外，在无人驾驶车经过一些坡道的时候，高精度地图里头它会有坡道的一个信息，所以让车辆可以尽早的去做好速度的一个规划，不会有一个突然间的加速。或者当你要经过一个弯道的时候，高精度地图它可以提前的为无人车去提供这个弯道的曲率信息，
告诉你这个弯道到底有多弯，让无人车就可以规划好最适合这个弯道的一个拐弯的一个速度。第二点是可以让无人车它驾驶的这种决策更符合人类的一个驾驶习惯。现在这种无人车的速度都很低，因为是出于安全的一个考虑，并且无人车对于限速的一个感知并不一定准确。比方说某一段路它的限速是40公里每小时，那这段路突然间变成了60公里每小时，路边却没有指示牌。假如说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车辆一直保持4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速度，肯定会被各种鸣笛超车，更容易出现事故。那未来高精度地图就可以提供给你这种限速的信息，知道在过去的每个时段里头，在某一个路段里面，车辆它的一个平均行驶速度是多少。这样的话，无人车它就可以选择一个更符合人类驾驶习惯的一个合适的一个速度，就好像现在的一些导航地图一样，它就可以查询过往某一个路段在某一个时间里头预计的行驶时间，是一样的道理。第三点是在应对复杂环境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其他车辆的一个行为。一般我们为了让无人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更加及时准确的对其他车辆的行为做出反应，保证行驶的这种舒适性跟安全性。我们车辆，也就是人工智能本身，它必须要对其他车辆的一个行为，还有它的一个路径做出一个预测的。这种预测依靠什么呢？就可以借助高精度地图提供的一个信息。比方说，通过高精度地图去查询到前方的右侧有一些辅路入口，或者是车道合并的一个情况的话，在这里出现的这种车辆，其他的车辆就很有可能做出一个向左变道，或者是加速并入的一个动作。根据这种左右车道的一个虚实的一个情况，也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无人车去判断旁边的车辆，它到底有没有可能出现加塞。未来还可以把它跟路端的这种传感器信息进行结合。比如说现在马路上都有很多限速的摄像头，假如说通过计算机视觉的感知算法，可以把路上这些车辆的情况都感知出来，而且同步在高精度地图里头，就不用担心说车辆周边会有感知不到的盲区。还可以避免一些类似鬼探头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不过，目前高精度地图还有2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标准不统一，所以数据是无法共通的，地图也没有办法共用。统一高精度地图的这种数据模式，还有它的交换的一个格式，可以有利于去减少汽车制造商它的一个开发时间，还有不必要的成本，同时去保证未来跨品牌车辆使用的高精度地图都可以不断的去共享、刷新数据。在2019年6月的时候，全国智能运输系统标准化的技术委员会就正式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智能驾驶电子地图数据模型跟交换格式的相关的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相信过不久标准也能够得到统一。第二点不足的，也是马斯克所抨击的，就是高精度地图它的一个更新成本高，并且很慢。目前国内有很多自动驾驶方案都是采用了激光雷达的定位方案，通过激光雷达对外发射的这种激光去感知周边的建筑还有道路的一个环境，作为一个约束，从而实现高精度的一个定位。这种方案可以实现低于10厘米量级的定位的一个精度，但是激光雷达的成本很高，很难做到大规模的建图还有经常性的更新。另外还有利用计算机视觉来进行定位的一个方案，不过这种方案的话，目前做出来的地图不确定性太大，毕竟是靠视觉，可能会漏检很多东西。高精度地图对无人车来说至关重要，假如说不解决这2大问题，无人驾驶很难有大规模的商业落地。在这样的一些局限下面的话，特斯拉目前的自动驾驶功能还只能达到 L2级别，只是自动驾驶辅助功能，不能够脱离双手或者是脱离双脚。一方面技术的成熟度不够，另一方面法律也还不允许。谢谢大家。